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静坐的综合相关问题。各位在做功课静坐的时候，心里是不是会有这几个疑问呢？那大家都如何解决呢？我们今天邀请到班长来为我们解答。来，我们来问题解答哈。这些问题哈，各位应该都清楚了啦哈。那我再快速的讲一下。第一个问题叫做做功课的时候是动好呢，还是不动好？那为什么会灵动？这个还不清楚的举手，都清楚哈。那我来问你们答好不好？举假手。好，做功课呢，动好还是不动好？都好。为什么都好？有时候动，有时候不动，为什么？因为，那我顺便一起回答为什么会灵动。那各位在启发小我的时候，开启小我的时候，是不是多半都会动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小我是什么东西？是你的灵魂吗？你的小我只是你的灵性的一种，它并不是所谓的灵魂，也不是灵体，什么都不是，它是你的灵性。好，讲科学一点，叫做启发你的潜意识，把你的潜意识打开而已。那很多人呢是不需要我们用外力启动它的，自己是会启动的。像比如说我们王师姐，你之前就会动了，对不对？你的潜意识早就已经开了。那很多人的潜意识呢是会自己开启的。那有些人呢是必须要透过，也不要叫外力啦，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旁边的周围的磁场负面能量清干净之后呢，只要稍微一点它会起来，那你的灵性就会开启，那就是你的小我。那你的小我为什么要动？什么叫问题？你又把另外一个问题丢出来。好，为什么要动？因为我们除了自己在动之外呢，如果你内心有一些问题，你的潜意识被开启之后呢，如果你不会想动，那你就不要动。如果你会想动，代表你的灵性里面有另外一股力量想要，刚开始呢它是跟你抗衡的，它叫做抗衡，那股力量叫抗衡的力量。你越压抑它，反弹越大，你压抑不住它，你的时候随便它动，它反而力道就小了。各位有没有亲身尝试过？你要压抑它的时候，它力量反而大，那叫做反弹的力量。那个灵性来自于你内心深处。那为什么我们用正向一点讲，为什么要让它动？通常会灵动的，代表你的生命蓝图里面具备了这一项，也就是说未来你可能要做某方面的指示，也就是说你必须靠你灵性的那一面去做一些事情，不管是盛世，不管是帮助别人也好，或者是为自己解决什么事都好，你必须要让它动。那让它动，它呢才能够跟你的肉体合而为一，叫做契合，才能够契合。所以你刚开始不让它动，它反弹很大，你又不让它动，就变成好像我们家的小狗，我常喜欢用小狗来形容。你的按它招来招去，你没有让它跑来跑去运动一下，你老是给它关着，它会不会一天到晚一直堆，到最后起笑变神经质？很多人呢灵性没有启发，或者启发起来一直压抑它，到最后就会有一点感觉神经质。不懂的人说一点起笑，那如果懂的人呢，去把它释放一下，它释放掉就会不正常。那回过头来我们讲灵动到后来，它跟你合而为一的时候，还需不需要动？就不需要动了。当你需要运用它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能够让它驾驭起来做一些事情，那就变成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变成做主人。这样跟动不动有没有关系？那到底是动好还是动不好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？刚刚我已经解答了，我们需要释放一些灵性的东西出来，懂意思吗？那灵动要不要排斥？如果我们动是正向的，我们脑袋意识是清楚的，让它动有什么关系？只要动的时候你是清楚的，不要动起来去打到人家。这是第一个禁忌。第二个，不要动起来去撞到墙壁摔倒，这是第二个禁忌。以外随便它动，你是跳舞还是跑步还是骑车干嘛都没关系，懂意思吗？这样有没有回答到第一个问题？若在道场或者佛堂以外的地方灵动，是否
容易被其他的灵入侵？答案是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们都被我洗脑哦，我说什么你们就什么哦。我们帮你小我启动之后呢，有做了一个动作叫做帮你做封印，做封印，那就不容易被外灵入侵。好，那这个是如果我说做封印，你相信吗？因为从来也没有被外灵入侵过了哈，所以就相信有做封印，对不对？那我变神棍。好，我解释一下哈。我们讲封印是比较简单的讲法，那其实呢，我们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帮各位开启你的灵性之外呢，我们有做了一个动作，这是别人可能都没有做的。我们在你的额头放了一颗佛种子，佛的种子。好，那这个也是迷信的说法，给你放一颗佛种子。如果你没有理解，你又往迷信的地方走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帮你灌输了一些正的观念给你。我们一直在讲课也都是讲正的观念，讲正能量的地方，要你意识一定要清楚，不要乱胡思乱想，你的负能量就不会太高。你负能量不高，就不会吸引到一些比较负能量的能量过来，你就不容易被干扰，就不容易被入侵。什么叫入侵？没有办法入侵，只能干扰。负能量过来干扰到你的意识，你就会感觉是浑浑沌沌或者身不由己的乱做一些动作，自己无法控制的感觉叫做入侵，其实不是，那叫做负能量的吸引。没有人能入侵到你的体内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我这样解释你们能接受吗？可以齁。好，那如果呢肉体被入侵，没能及时赶走外来者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这个就延续了上一个问题。那既然没有入侵，又何来赶走？清理就好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当你身体不舒服，也就是被负能量干扰的时候，就是清理，把能量调整一下就好了。那如果很严重的那一种，人家会讲入侵，就是干扰的太严重，你已经神志不清了，或者感觉就是有魔进入体内的那种感觉，你怎么处理？赶快送精神病院，赶快送精神病院去疗养。当然，我们能够用一些能量的东西，看能不能把它清理掉一些负能量，把它清理掉。如果我们用的这些方法还清理不掉，那就是精神问题，赶快送精神病院，不要再迷信了，懂吗？懂意思齁？我们是要讲正确观念的，不是要神神鬼鬼的。启灵之后，肉体是否与师尊有共存寄居的关系？我们是寄居蟹吗？好，如果各位观念正确哈，这里你一定有办法解答。好，这里要分开讲哈。启灵之后，肉体是否与师尊有共存的关系？启灵之后有两种东西要讲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在讲一个叫小我，一种叫高我，对不对？那各位称的师尊应该是叫高我，那小我是谁？自己的灵性，对不对？那自己的灵性住在哪里？就住在你身体里。那有没有共存？那也不叫共存，那本来就是你自己，也没有共存的关系。那高我是谁？我们称师尊，这里讲师尊。师尊会不会住在你体内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高我它不是一条灵魂来到你身上，它是一个能量，它是能量跟你的小我接上而已。道教讲的叫一点灵功，它只是一个能量接过来给你，你有一根天线是跟你的高我接在一起的，它能量能够顺利传达给你，这样而已。那它有没有跟你共存寄生？没有，人家能量比你强，它还需要吸你的能量，还跟你寄生干嘛？懂意思吗？而且这种高我的智慧呢，它很高，它能量很强，它可能不止辅导你一个人，一次要辅导几十万个人，他哪有空来理你？还住在你体内像啊？你够干净吗？懂意思吗？所以它是一个能量下来，你需要它的时候，你的小我需要的时候，自然会频道调到跟它一样，接收能量下来，这样而已。没有所谓的神明住在你身上这件事情，不需要这么迷信，懂意思吗？那我们能够接到这些能量就已经很好了，一切靠小我来运作，懂意思吗？好，这里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。再来是
当我们随时随地请示师尊的时候呢，如何能确认所来者即为师尊，而不是其他人？这些问题都有关联性的哦。这个还分层次哈。刚开始你能够有答案的时候，我在请示观音菩萨，他的能量下来，然后给我答案，对不对？那你有答案了，是观音给你的吗？能够确认吗？刚开始一定没办法确认。你没办法确认那是谁给你的，好，而且呢，刚开始你问到答案都是谁给你的？小我，通通是小我给你的。他有没有问过师尊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怎么办？有人在假鬼假怪给你答案，那怎么办？第一个，先做确认动作。刚开始呢，我们在问问题，刚开始都是用点头摇头，对不对？刚开始不会讲话，会点头摇头，甚至有人不是点头摇头，是身体摇摆。用各种方法告诉你答案，但是呢，那个答案不见得会是准确的，也不见得会是你的高我世尊下来的，那怎么办？刚刚有人说确认，找同修确认，你找3个人一起问，也就是说，可是你不要笨笨的先告诉他答案，让他既有答案，他答案会跟你一样的。哦，你先假设一个问题，你收到一个要问的问题，你的小我。你的师尊给的答案，你先不要讲出来。问这位师姐，我问的这个问题，拜托你帮我对照一下，你请你师尊告诉我答案，你不要告诉他你的答案，然后再请这位师姐。3个人如果答案都一样的，跟你的答案是一样的，那可信度就高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问3个人有5个答案怎么办？这就难了，这就难了。赶快再找那个比较久的、比较有功力的人来对照看看。那如果这件事情呢，大家都对照不出来怎么办？就只能用传统的方式直悲。可是直悲的时候，刚刚我也讲，不要有既定答案去直悲。虽然你希望是什么答案，但是你在直悲当下一定不要有那个既定答案。希望你出现什么悲，那你会影响到那个能量场，懂意思吗？如果直悲你还不满意怎么办？直悲出来的答案你还不满意怎么办？这个就要看事情的严重度了。如果这件事情很严重，有牵扯到性命问题，请先用科学方式处理。比如说这个人出车祸，或者说中风，你还需要直悲他们等吗？不用，先送医院，先用科学方法先处理。稳定下来之后，再来慢慢确认你的答案是对还不对。那如果是无关紧要的比较小的事情，对照不出来，直悲也指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？等答案出现，慢慢验证，因为这可以累积你未来的准确度，懂吗？我其实没有回答到问题，我刚只是教你们验证的方法，随时随地请示师尊，这个是不是师尊给的答案？来，我刚刚教你的是过程，验证的过程，目的是要证明未来是不是师尊给你的答案。当你慢慢的经过这些过程，验证过越来越准确的时候，你还需要做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未来你的高我给你讯息的时候，你开始会有感觉的，你是有感觉的，而且这种感觉会让你很确认是师尊给你的。这个在未来我们的讲课的过程中会讲到，真正的高我给你讯息呢，你是很清楚的，而且很确定，那种感觉跟你小我给的是不一样的，那是一种感觉而已，只差0.01的差别而已，很难，除非你够亲近，不然你体会不到，这个是一个过程。好，静坐呢可以清理掉负面情绪吗？负面情绪突然来的时候，要怎么样消除它呢？是可以的，静坐是可以清理掉负面情绪，除非你自己静不下来。你如果静不下来，当然负面情绪是清理不掉。那清理不掉，当你静坐的时候，负面情绪来的时候，你觉得清理不掉，你不要忘记深呼吸，做深呼吸是有效的，让自己慢慢静下来，切记做一件事情，叫做口口中，不要口口中，你只要忍过那一段时间，3到5分钟，它就舒缓了。那舒缓之后呢，你再来用和解的方法把情绪和解掉。
未来会教你们怎么做和解，你们就可以把它慢慢的和解掉，懂吗？所以确实是可以消除负面情绪的。那我也跟你们讲怎么消除它了，对不对？在那3-5分钟里面，就算你再痛苦，你都不要轻易的做其他举动，你只要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，用什么方法克制你自己不要乱动？跟第一个方法一样，乱飘的时候，我看你要怎样，我这边暖你家，我看你要怎样，你动啊，它就停了。我正面的去对你的时候，你就消失了。那个情绪是会慢慢舒缓掉的，懂意思哈？这个都是我的实战经验。各位如果有新的招式控制不了的，赶快告诉我，我来学看看怎么样控制它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一个问题叫做白光功法的操作，这里还没有学过白光的步骤，我就不讲了。我讲白光的功效。白光的功效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需要紧急防护一些比较负能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启动白光，用白光把我们罩起来，让一些比较跟我们，不要说那个能量是不好，我们能量也没比他好多少，让那些跟我们比较不相近、磁场不相近的能量呢，比较不容易靠近我们，跟我们产生共振。这个是白光的功效，它是临时防卫用的。它其实还蛮有用。比如说你要进医院，或者去商家，或者去比较不干净的地方，你觉得不干净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启动白光。启动白光稍微做一下防护。如果真的体质太敏感的，你的体质本身就真的很敏感的，收白光都没办法，因为你太敏感了，那只能把自己的金刚体赶快练起来，让你比较不会这么敏感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没有，那我们就下课了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